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1980年冬天，婉銀啊，你終於想通來找我要親生父母的聯繫方式了。楊婉銀眼眶紅紅的，似是剛才哭過。村長，我想你說的對，血緣是割不斷的，他們既然來找我了，我也要給他們一個機會。楊婉銀手心冒着細汗，她是個孤兒，從小就渴望着家的溫暖。曾經她固執地以為和段奕琛的那個才是屬於她的家，可現在她不想再自欺欺人下去了。就算這對親生父母像村民口中那樣心思不純，對她而言也壞不到哪裡去了。村長把地址遞給她，好孩子，我也是看着你長大的，但終究不是你的親生父母。你苦了這麼久，現在有了愛人，又有了家人，應該高興才是。楊婉銀點了點頭，猶豫了一下，還是問了出來：村長，我可以拿回前些天段奕琛交上來的結婚報告嗎？村長聽聞有些驚愕，小段沒有交給我結婚申請啊，我還以為你們還沒準備好。楊婉銀的心瞬間跌落到谷底，隨後又自嘲地笑了笑。好的，村長，我知道了。村長攔住要往外走的楊婉銀，你要走之前要和小段好好說呀，到時候你走了之後，小段找我要人，我也沒法交代。楊婉银眼神堅定地望向村長，如果他來找你，你可以直接和他說我死了。直到走出去很久，楊婉银的手還死死地攥着，原來一直都是他在自作多情。段奕琛是城市來下鄉的知青，被安排到了楊婉銀的家。初次見到他的時候，楊婉銀就被他高大帥氣的外表迷住了。和同村的男生不一樣，他骨子裡就透露着一種迷人的氣質，深深吸引着他。本着不可說的心思，他積極照顧段奕琛的日常起居。段奕琛漸漸的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一直沒有直白的回復他。他說林青青是他親戚家的妹妹，他是為了保護林青青才來這個村子裡，所以要先等林青青安定下來，直到林青青和村子裡的程家堯確認了關係。他轉身問楊婉銀，你願意和我處對象嗎？兩人的戀愛談了3年，半個月後就是他們的婚禮，他馬上就會擁有一個家了。直到今天，他帶着裝滿排骨的飯盒給段奕琛送去，在車間外聽到了他和朋友之間的對話。我們琛哥就是心善，看那孤兒可憐，我看要不是他和青青長得有7、8分像，估計琛哥看都不會看他一眼吧。不過該說不說，你要瞞他到什麼時候？經是上百家火鍋店的獨生子，在這裡裝窮，吃人家的，穿人家的，你也好意思？另一個兄弟也開始搭腔，怎麼不好意思？等哪天琛哥玩膩了，就算知道了琛哥的身份，還不上趕着扒上來，沒準還指望着你帶他回城呢。一個兄弟從機器上跳下來，不會吧？你真的要娶她呀？我看村子裡的人都說，半個月之後你們要舉行婚禮。楊婉銀的心幾乎漏掉了一拍，攥着飯盒的手越來越緊。他不知道段奕琛會怎樣回答，可接下來段奕琛的話幾乎直接把他打進地獄。我騙他說申請了結婚，其實沒有，只是辦個婚禮罷了，以後也好脫身。也對，青青和那個男生還不一定怎麼樣呢，萬一青青想通回心轉意看到你了呢？裡邊傳來了男生們心照不宣的哄笑聲。可那時全村的人卻都會知道她嫁了人，女孩子的名聲是最重要的。幾乎是同時，杨婉银手裡的飯盒也应聲落地，裡邊的紅燒排骨和米飯散落一地。她看着地上的排骨心疼，趕緊用手把排骨和飯都裝進飯盒裡。
油膩的飯菜湯弄髒了他的衣服和手。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跑走，只知道他不想面對接下來的一切。楊婉銀狼狽地跑到村長家，他不想再當沒人愛的孤兒了。回到家後，楊婉銀看着髒了的紅燒排骨，心裡憋得難受。這是他攢了好長時間的肉票，自己一點都不捨得吃，滿心滿眼地送給段奕琛，卻碎了滿地。為了半個月後和段奕琛的婚禮，他攢了好久的錢，布票和糧票。平時他省吃儉用，下了班還會去隔壁李嬸子家幫着洗衣服賺錢，一件衣服1毛。大冬天的手都凍腫了，看着自己滿是細紋的手，粗糙的像個男人，眼淚不由得在眼眶裡打轉。段奕琛回來的時候，正看見楊婉銀坐在凳子上抹眼淚，慌忙把手裡的東西放下，拿着自己的袖子給他擦。怎麼了，婉銀？誰欺負你了？你和我說，我去揍他。淚水模糊了視線，楊婉銀呆愣愣地看着他。如果不是剛才聽到那些對話，這樣的段奕琛，他又怎麼會懷疑他對他的愛呢？不過他不應該在這裡，應該去製片廠。這麼好的演技實在是白瞎了。楊婉銀向後躲了一下，想要避開段奕琛，卻被他抱進懷裡。好了，別哭了，看我給你帶什麼回來了。段奕琛從兜裡拿出一塊大白兔奶糖，他知道他最喜歡這個。半個月後我就可以娶你了，我們婉銀要做最美麗的新娘子。隨後他在他額頭深深一吻。如果他沒有聽到過他們的談話，或許他還會沉浸在段奕琛給他編織的夢裡不可自拔。對了，段奕琛接着問道，你不是要給我做紅燒排骨嗎？排骨我沒做。段奕琛聞言有些奇怪，之前楊婉銀對他向來有求必應，但應該是他多慮了。他把外套脫下掛在衣架上，沒事，那下碗麵條也行。第二天，段奕琛去車間上班後，楊婉銀開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既然要去京市了，很多東西都不用再留。很多和段奕琛有回憶的東西都被他扔進了火堆裡，包括他攢了很久的糖紙。段奕琛知道他喜歡吃糖，每次都會準備些糖在兜裡哄他開心，一次一顆，所以他把所有的糖紙小心翼翼地鋪平，放在一個小鐵盒子裡。現在這些糖紙都變成了笑話，沒有存在的必要。看着糖紙一瞬間化為灰燼，楊婉銀再也控制不住，大哭出聲。這時，村長夫人推門進來，正看到楊婉銀哭得可憐，連忙走過來安撫。怎麼啦，婉銀？聽我家老頭子說，你要去京市找你爸媽了。楊婉銀看到村長夫人，緊緊地抱着她，眼淚像珠子一般滑落。張姨，我是不是很傻很好騙？張翠蓮摸着楊婉銀的頭，輕輕安撫。不是的，我們婉銀啊，最善良。在張翠蓮的安慰下，楊婉銀還是說出了自己的遭遇，把張翠蓮也給氣得不輕。婉銀，你放心，等你走了，都交給我，我一定會讓那小子付出代價。你還是決定婚禮的那天走嗎？這時，段奕琛從院子門口進來了，看見楊婉銀抱着張翠蓮哭，連忙放下鋤頭。婉銀，你怎麼了？你說你要去哪？楊婉銀連忙抹擦了下臉上的淚水，打了個哈哈，沒什麼。張姨說她要去外地待一段時間，我們可能很長時間見不到。段奕琛長舒一口氣，我還以為是你要走，你走了我可怎麼辦？還沒等楊婉銀開口接話，段奕琛車間的哥們跑了過來，出事了。剛想開口，段奕琛給他使了個眼色，他這才留意到楊婉銀和張翠蓮在，附在耳邊悄悄地和他說了什麼。楊婉銀沒有聽清，卻只模糊地聽見了2個字：青青。段奕琛的臉色瞬間陰鸷了起來。婉銀，我出去一趟，
楊婉銀來不及反應，就看見段奕琛他們慌忙地離開了院子。接下來的2天，段奕琛都沒有回來，但這次他一點都沒有焦急地去尋找段奕琛，也不再管段奕琛是不是和林青青在一起，反正他也要走了。楊婉銀在老舊的日曆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叉，距離他離開不過10天了。當天下午，段奕琛扶着林青青回來了，徑直掠過站在院子裡的他，連一句交代都沒有，就慌忙扶林青青進了房間。林青青臉色蒼白，看上去身體很不好，但是她的身上穿的是楊婉银給段奕琛織的毛衣，一針一線都藏着她滿滿的愛意。楊婉銀還在發愣，就聽段奕琛從屋子裡探出個腦袋：“婉銀，給青青熬點粥吧。”楊婉銀把她從臥室裡拉了出來：“你帶一個人回來，你不覺得應該和我知會一聲嗎？青青她是我妹妹，你拈酸吃醋是不是也應該看看對象？”段奕琛臉色很是難看：“他和你真的有血緣關係嗎？”段奕琛眼神有些閃躲：“不過是讓你熬點粥，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不可理喻？”隨後他轉身進了房間，而楊婉銀也沒有妥協，徑直回了自己的房間。第2天早上，段奕琛起床去上班，敲了敲楊婉银的房門：“婉银，青青她情緒不太好，你照顧一下她，我先去上班了。”楊婉银把頭蒙進被子裡，不想理會。等她再次睡醒起來的時候，卻發現林青青根本不在對面的臥室裡。她把屋子都翻遍了，也沒見林青青的身影。外邊飄起雪花，大風呼嘯着。這個天氣，林青青能去哪裡？人命關天。楊婉銀沒再多想，裹着大衣就跑了出去，幾乎跑遍了村子的所有角落。她的手路在外邊凍得已經快要麻木，鞋已經被雪水浸濕。她踩在混着水的路上，腳凍得生疼，路上都是雪，特別的滑。她好幾次都摔在了路邊的雪堆裡，身上滿是泥濘。直到太陽快要落山，她才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心裡還在想要怎麼和段奕琛交代，卻一眼看到林青青坐在床上一聲不吭。段奕琛正在餵着她喝粥，看見她回來後，林青青臉上的神情絲毫沒有抱歉。楊婉銀一臉怒意衝着她走過去：“你跑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我為了找你差點凍感冒？”啪的一聲，一個巴掌重重落在楊婉銀的臉上。段奕琛惱了，勺子摔在碗裡，發出刺耳的聲音：“我知道你不喜歡青青，但是她受了刺激，你怎麼能讓她一個人出門？要不是王楠看到了她，把她送回來，還不知道她要出什麼事。”楊婉銀的眼淚順着臉頰滑下，她現在不狼狽嗎？她都沒有想問問她是怎麼弄成這樣的，心裡所有的委屈化成失望，對段奕琛的愛意完全隨着這些雪花飄散。一旁的林青青的眼淚也啪嗒啪嗒地落下，不時地傳來抽泣聲。看着她這個樣子，段奕琛連忙用袖子擦拭她臉上的淚水。楊婉銀所有的話都堵在嗓子眼裡，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覺得沒意思透了，沒什麼好說的。在林青青的手邊還有一大罐裝滿大白兔奶糖的糖罐子，那奶糖楊婉銀每次都只能得到一個，這麼大這麼多的糖罐，她從來都沒有見過。林青青注意到楊婉銀看着她手邊的糖罐，從裡邊拿出一把糖，捧給楊婉銀：“楊姐姐，奕琛哥哥說吃了糖就不難受了，我這有很多，給你。”沒想到段奕琛直接把林青青手裡的糖都放進糖罐子裡，這些糖都是你的，不用分給別人。楊婉銀不想再看眼前的這一幕，她覺得她整個人都要被人撕碎了，心裡抽痛的難受。路過廚房的時候，她看見裡邊一片狼藉，
他甚至能想象到段奕琛手忙腳亂地給林青青熬粥的模樣。認識他這麼長時間，不管楊婉銀身體不舒服到什麼樣，都會爬起來給段奕琛做飯。他幾乎都沒有進過廚房，更別提他會給他熬粥。而現在，楊婉銀覺得自己無比的可笑。婉銀姐，對不起，我只是想要去找。林青青的聲音從身後傳來。楊婉銀用力地關上房門，不管是因為什麼，她都不想再聽。躺在床上，她仍然感受不到絲絲暖意，把手放在額頭上，才發現自己燙得厲害，應該是發燒了。迷迷糊糊間，她不知道睡了多久，但是身上還是冷得厲害。不管她蓋了多少被，牙齒還在止不住地打顫。而屋子外邊安安靜靜，而段奕琛從始至終都沒有進來看過他一眼，嘴裡口乾舌燥。楊婉銀強撐着爬起來，想要去喝口水，才發現段奕琛和林青青都不在了。他給自己倒了水，正要喝下的時候，門被打開了，只見2個男人衝了進來，是段奕琛的2個兄弟。楊婉銀，你快和我走！沒等楊婉銀反應，就被2個兄弟直接架着出了門。其中一個叫王楠，他認識段奕琛的兄弟們，從來不叫楊婉銀嫂子，一直都是連名帶姓的叫她。一路上，楊婉銀反抗不想去。王楠看他這個樣子，白了他一眼：“快走吧，能和琛哥在一起是你的福氣。我要是你，就抓着這棵大樹不放。要不是青青鬼迷了心竅，這麼好的事也輪不上你。”楊婉銀想要反駁，卻發現嗓子啞得一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被段奕琛的2個朋友架着。楊婉銀來到了村裡最大的國營飯店，這裡是村子裡有名的奢侈地，一頓飯幾乎要花光楊婉銀2個月的工資。王楠帶着楊婉銀進了裡邊最大的包間，滿桌子的美味佳肴，底下散落的酒瓶子，還有抱着酒瓶子喝得爛醉的段奕琛。他手裡還抱着那件楊婉銀給他織的毛衣，嘴裡不斷地叫喊着：“一定是青青看見我要結婚吃醋了，你們去告訴他，只要他願意，我隨時可以取消婚禮，只要他願意。”旁邊的兄弟不斷地在給他使眼色，他卻已經醉得眼睛都要睜不開。楊婉銀的心仿佛被一隻大手反覆揉捏着。不知道誰說了一句：“琛哥，青青說他不來，我們把楊婉銀叫來了。”怪不得，原來是林青青不願意過來，他才是那個退而求其次的次。段奕琛抬頭看了眼楊婉銀，踉蹌地走過來，笑着看他：“婉银啊，我們回家吧。”楊婉銀眼眶紅紅的。曾經他最喜歡聽的就是段奕琛說“我們回家”，可現在他只覺得無比的可笑。在他們的言語間，楊婉銀猜了個大概：林青青和程家瑤復合了。楊婉銀想要拿過他手裡的毛衣，卻被他搶了回去。毛衣不能給你，青青她穿過，上邊還有她的味道。剛要走，就又被王楠攔住。琛哥飯錢還沒有付。為了離開，這頓飯幾乎花了楊婉銀的所有積蓄。在路上，楊婉銀恨不得直接把段奕琛扔在路上，可終究還是沒捨得。他使了全身的力氣把段奕琛扶回家，好不容易把他放在床上，剛想要走，卻被他一把拽住，一個力道把楊婉銀直接壓在身下，什麼話都沒有。段奕琛開始撕扯他的衣服，帶着濃重的酒氣吻在他的唇上，肆意地掠奪着他的每一寸肌膚。楊婉銀想要反抗，手卻被他死死地按着，直到段奕琛擰眉看着他：“青青，為什麼你就看不到我的一片真心呢？”楊婉銀的心中蓦然抽痛了起來，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感順着心底蔓延，眼淚大顆大顆地順着眼角滑落。他用盡全身的力氣把段奕琛推來，
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捂着被扯落的衣服，一路小跑到隔壁房間。门被關上的那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大哭出聲。他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個笑話。第二天，等到段奕琛醒了之後，房間裡早已沒有楊婉銀的影子。昨天發生的事他都不記得了，只有隱約的幾個片段，他也分不清夢境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他想着等楊婉銀回來後問問那頭。楊婉銀想要去鎮上買火車票，但是他昨天付完飯錢之後，兜裡就只剩2毛錢。他找到小賣鋪的李嬸子，把所有的糧票和布票統統倒在櫃檯上。李嬸子，可不可以把這些都換成錢？李嬸子常年收票，但是換的錢不多。婉銀，你不是馬上就要結婚了嗎？這些你攢了那麼久，換成錢多不合適啊！楊婉銀沒有多解釋，只是堅定的要還錢。李嬸子看着他堅定的樣子，還是給他換了。結算的時候，直接給他湊了個整13塊錢。楊婉銀拿着這錢去買了車票和感冒藥。以前他不管病得多重，都不捨得買藥，喝點白開水就挺過去。可如果他自己都不愛惜自己，誰又能在乎他呢？他要養足精神，準備好離開。楊婉銀拿着車票，心滿意足地回到家。見他回來，段奕琛剛想要開口說些什麼，林青青又哭得梨花帶雨衝了進來。段奕琛的視線掠過楊婉銀，瞬間落到後邊的林青青身上。他走過來焦急地詢問：怎麼了，青青？誰欺負你了？林青青被段奕琛扶着坐在椅子上。奕琛哥哥，他程家堯就是個滾蛋，昨天剛來找我復合，今天我就撞見他和他們廠子裡其他的女職工曖昧不清，2個人有說有笑的，根本不管我怎麼想。我去找他質問，他還說我還不是他老婆呢，沒有資格管他那麼多。段奕琛氣得握緊拳頭，他怎麼可以這麼對你？楊婉銀心底輕笑，論起負心，段奕琛相比程家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換了個角度，就忘記自己對他做過的一切了嗎？段奕琛安慰着林青青，正巧王楠從院子外走了進來，看見林青青哭得梨花帶雨，也慌忙走進來。哎呦，我的小嫂子，怎麼哭成這樣？段奕琛意識到楊婉銀還在，踢了王楠一腳，示意他別瞎說話。而王楠似乎一點都不把楊婉銀放在眼裡，他一直覺得楊婉銀就是隨時可以被段奕琛捨棄掉的替身罷了。林青青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王楠見根本哄不好，提議道：琛哥，我們帶青青出去玩散散心吧。段奕琛眼睛亮了起來，覺得王楠這個提議甚好。走吧，青青，我們出去玩，你也能少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他們走到大門處的時候，段奕琛才想起了什麼，回頭看向楊婉銀，他走過來拉起他就走。婉银，我們一起去。楊婉銀跌跌撞撞地跟着一行人來到村西頭的河邊，上邊已經凍了一層厚厚的冰，白天會有很多小孩在這裡玩耍。段奕琛把身上的大衣脫下給林青青披上，還把她的手攥在手心裡，不斷地給她哈氣取暖。楊婉銀在後邊看着，心裡痛得已經麻木了。王楠拉着林青青，給段奕琛使了一個眼色。段奕琛走到林青青身後，捂着她的眼睛，而王楠回頭看向楊婉銀，仿佛在說：看吧，人家2個才是一對，識相的就趕緊滾蛋。在大家的倒計時聲中，河岸的對面放起了絢爛無比的煙花。段奕琛摟着林青青，看着她的眼神裡滿是寵溺，那是楊婉銀從沒有看到過的。大批煙花在楊婉銀眼睛裡炸開，絢爛奪目。她回憶起之前也是過年的時候，
楊婉銀拉着段奕琛看別人家的煙花。段奕琛和他說過，以後等他賺了錢，也會專門為他放這個世界上最好看的煙花。可現在煙花放了，卻不是為他。他在後邊眼睜睜地看着段奕琛在給別的女人驚喜，似乎已經忘了他的存在。那為什麼要帶着他來呢？楊婉銀自嘲地笑笑，暗自唾罵自己的放不下。愛一個人真的好痛苦，他真的不要再愛了。絢爛的煙火讓林青青的臉上重新掛起了笑容。林青青在他前邊不斷地歡呼尖叫，最後激動地摟住段奕琛的脖子。奕琛哥哥，我好喜歡，這一定要花好多錢吧？段奕琛摸着林青青的腦袋，你喜歡就好。段大少爺多財大氣粗，這點錢根本不放在眼裡。煙花燃了很久，隨着最後一聲燃盡，這場只為了取悅林青青的煙花終於告一段落。段奕琛負責點煙花的兄弟跑了過來，笑着打趣道：“琛哥，光榮完成任務。”王楠把三蹦子開了過來，段奕琛扶着林青青上了車，車上的人幾乎都坐滿了，最後只剩下楊婉銀還站在下邊等着上車。王楠卻走過來看了一眼，琛哥，再上就要超載了。楊婉銀，你在這等着，我們回去之後就回來接你。可楊婉銀明明看見林青青身邊還有個位置，擠一擠也是能坐下的。他本想着段奕琛不會把他自己一個人留在這個荒山野嶺，但是段奕琛看了看林青青，又看了看楊婉銀，婉銀，你等等我們回去之後就馬上回來接你。沒等楊婉銀開口，王楠就開着車顛顛地跑了。楊婉銀沙啞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眼淚模糊了視線，最後滴在雪地裡，變成好幾個小坑。沒有了煙花的河邊顯得特別的黑，連個路燈都沒有，身邊仿佛還有野獸呼叫的聲音。楊婉銀最是怕黑，段奕琛是知道的，他不知道王楠為何對他那麼大的敵意，只是蜷縮地蹲在大樹下，等着他們來接。可他等了好久，也不見他們回來的影子。蹲在地上的腳麻了，他站起來想要跳起來暖暖身子，卻聽見身後傳來猛獸的嘶吼聲。他回頭一看，竟是一隻比他大上好幾圈的棕熊，正惡狠狠地看着他，仿佛他就是他下一餐的食物。楊婉銀害怕極了，撒腿就跑。他想呼救，嗓子裡也只能發出沙啞的哀鳴。看見他跑，棕熊更是興奮，直接追了上來，一把將楊婉銀撲倒。楊婉銀管不了那麼多，只能不斷地向前爬行着。棕熊咬住了他的腿，不斷地把他往後拖。幸虧他穿得多，腿沒有被咬斷。就在楊婉銀馬上就要絕望的時候，棕熊的腳一滑，直接掉進了冰面上。冰面承載不了棕熊巨大的重量，它直接掉進了冰窟窿裡。而楊婉銀努力地往岸上爬，看着棕熊一點一點沉在河水裡。4濺的河水打濕了他的衣服，冰冷刺骨。他沒有多想，只是順着河邊的小路往回走，直到看見了一個三蹦子的光向他這邊開來。楊婉銀不斷地揮舞着，想讓對方看到自己，可他們還是從他身邊開走了。他努力地朝着他們跑去，嗓子裡不斷地發出沙啞的叫聲。看着他們遠去的影子，楊婉銀直接暈了過去。等他再次醒來的時候，是在村裡的衛生所。張翠蓮給他換着額頭上的毛巾，心疼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好好的一個姑娘，怎麼弄成這副樣子？老頭子路過的時候，看你一個人躺在小河邊，你都要凍硬了。村長坐在一旁，也眉頭緊鎖，嘆了口氣，搖頭。張翠蓮低聲罵了幾句：“段奕琛呢？是不是他把你留在那裡的？這個殺千刀的，他都沒說過來看看你。要真是他故意的，你直說，
我給你出氣，讓他知道我們婉銀也不是好欺負的。”楊婉銀搖了搖頭，她不想給村長惹麻煩。楊婉銀吃過藥，強撐着起來，想要起身送他們，卻被張翠蓮按回床上。“好孩子，剛才醫生過來看過了，說你得了很嚴重的風寒，你還是得好好休養。”張翠蓮邊說邊抹眼淚。他們也有個女兒在鎮上念書，所以他們更知道孩子遭遇了這些有多心疼。可他堅持要送他們出去，他明天就要走了，就當作道別了。送村長夫婦離開衛生所之後，楊婉銀路過隔壁的病房，看到消失的段奕琛坐在林青青身邊，不斷地安慰着。两個人的視線交疊，段奕琛直接走了出來。看見楊婉銀之後的第一句話居然是：“你昨天跑哪去了？我們回去接你，根本看不到你的影子，讓你在原地等着，怎麼就不聽呢？要不是青青不放心你一個人在荒山野嶺折返回去接你，他也不會感冒。走進去和青青道歉。”楊婉銀的心已經疼得沒有辦法呼吸了，她看不見他慘白的臉色，看不見他眼底的落寞，他只能看到林青青。那他這麼長時間的陪伴和愛有算得了什麼呢？楊婉銀甩開段奕琛，拽着自己的手，用沙啞的聲音勉強說着：“不去。”段奕琛似乎沒有想過一貫溫柔的楊婉銀會忤逆他說的話，他認定了楊婉銀就是林青青感冒的罪魁禍首。如果你不去給青青道歉，那麼我們明天的婚禮就取消吧。他居然拿着明天的婚禮威脅，這一點對楊婉銀百試百靈。他太知道他的軟肋在哪裡，可這一點在他這不管用了。見楊婉銀轉身要走，段奕琛直接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拖進了病房內。病床上氣色紅潤的林青青看着站在面前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的楊婉銀，都嚇了一跳。“婉銀姐，你怎麼了？臉色怎麼這麼不好看？”剛才段奕琛逼着他道歉的時候，他沒哭，反而林青青突如其來的一句關心讓他瞬間破防。就連林青青都看得出他臉色很難看，他用盡全力愛的段奕琛卻看不出他的脆弱。段奕琛聞言看向楊婉銀，這才注意到他的不一樣。“你不乖乖在原地等我們，看生病了吧？所以說都是你的錯，趕快道歉。”果然，愛和不愛天差地別。“青青，昨天晚上讓你擔心了，對不起。”林青青慌張地想要站起來，卻被段奕琛溫柔地按回了床上。“快躺下，醫生說你還需要好好休養。”楊婉銀顫抖着手，轉頭看着段奕琛：“我道完歉了，你滿意了嗎？算你識相，明天的婚禮正常舉行。”他說出的這句話仿佛是給他的恩賜。楊婉銀點點頭，並沒有說什麼。他不知道他們沒有婚禮，更沒有以後了。不告訴他，算他為數不多的一點報復吧。臨走時，他被段奕琛叫住：“今天我要留在醫院裡陪青青，就不回去住了。”楊婉銀頓了一下，心底只有慶幸。路過護士站的時候，還聽見護士在裡邊議論，本來床位就不多，他們還站着不走。那林姑娘不過就是吸溜了2次鼻涕，就被按在衛生所不讓動。我記得段奕琛明天不是就要結婚了嗎？你快別說了，新婚妻子我認識，也被送來衛生所了。送來的時候就剩半條命。我要是那個女生，這婚我一定不結了。楊婉銀看着他們，沙啞着聲音說道：“不結了。”2個護士被嚇了一跳，眼神裡充滿着同情。他不知道是怎麼走回家的，只知道腳底仿佛踩了棉花，渾身都使不上勁。看着角落裡的行李，幸虧早就收拾好了，躺在床上，他終於可以美美的睡了一覺。第二天清早，他拿着行李
和村長給的親生父母在京市的地址，踏上了去火車站的汽車。太陽剛剛升起，帶着家家戶戶公雞的打鳴聲，鐵皮車晃晃悠悠。楊婉銀這次沒有回頭。段奕琛從病床邊上睡醒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林青青推搡着他，因為程家堯正在不遠處看着他倆。雖然是在病房，但是程家堯還是拽起段奕琛的脖領子，一拳打了下去。段奕琛還有些沒有睡醒，幾乎是下意識的想要還手的時候，林青青擋在了程家堯面前。段奕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青青，他都那麼對你了，你怎麼還護着他？”林青青臉上掛滿淚痕：“那你也不能打他。”程家堯摟着林青青，兩個人在段奕琛面前抱在一起。最後他牽起林青青的手，警告段奕琛：“青青是我的女人，就算你再怎麼獻殷勤，她也不會選擇你。”林青青留下一句對不起，擦乾眼淚和程家堯走了，只剩段奕琛還愣在原地。他心裡很不舒服，但是沒有想象中的難受，似乎這一幕在他身上發生了太多次，已經習慣了。林青青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扔下，但是楊婉銀還在等着他結婚。可下一秒，王楠帶着幾個兄弟跑了進來：“琛哥，楊婉银失蹤了。”等段奕琛反應過來，回到家的時候，才發現家裡幾乎沒有楊婉銀的影子。楊婉銀一直在攢錢，很少給自己買東西，衣服也就是那麼幾件，但是所有和他有關的東西都不見了。一大早，王楠帶着幾個兄弟們本是要來布置新房的，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最後發現新娘子不見了。都去給我找，這麼重要的日子，她又去哪了？段奕琛心底湧現出不好的預感，但是又覺得這是楊婉銀心心念念的婚禮，他怎麼會說消失就消失？幾個兄弟翻遍了村子裡的每一個角落，都沒有看到楊婉銀的影子。王楠念叨着：“琛哥，她不是最愛你，一心想要嫁給你，怎麼會逃婚？”段奕琛聽見“逃婚”兩個字，眼底全是血色，回身用力地給了王楠一拳。誰說他逃婚了？他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他不會放棄我的。段奕琛還在自欺欺人。雖然房間裡消失的物件和楊婉銀整潔的床鋪都足以證明他是自願離開的。王楠捂着臉坐在地上，屁都不敢放一個。他還沒有見過段奕琛如此失控的模樣。馬上就到了吉時，村子裡的人都湧進了他們家，想着過來吃個席，沾沾喜氣。見到院子裡冷冷清清，連個紅布都沒有掛。雖然大家都知道段奕琛不喜楊婉銀，但也不至於敷衍成這個樣子。幾個小孩鬧着要看新娘子，轉了一圈，和村民們叫喊：“新娘不在屋子裡呀！”所有人都看向段奕琛：“小段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婉银呢？”他低着腦袋沒有說話。他也想知道楊婉银去哪了。眾人議論紛紛，話說的一個比一個難聽。難得呀，楊婉銀終於硬氣了一回。要是我也逃婚，把那個姓林的都直接接回家。要是我早就把這對狗男女打出去了。也就是婉银心善，還縱容着他們在他面前卿卿我我。聽說呀，那林青青和程家那小子今天也跑了，說是一起進城結婚禮。村民的話就像刀子一般，狠狠地插進段奕琛的心裡。他自以為隱藏得很好，沒想到就連旁觀者都看得很明白。難道說楊婉銀也是因為這個，所以才在他們大婚當天離開？很多回憶像海水般湧來，楊婉銀的形象在他腦海裡漸漸清晰。昨天他和他說要陪着林青青，不能回來布置婚房的時候，他臉上一閃而過的苦笑，仿佛早就在預示着他的離開。
可他昨天根本沒有意識到，如果他意識到了，他一定會緊緊地抓住他。這時，門口進來了2個人，村民們竊竊私語的聲音放緩，和村長和村長夫人打着招呼。段奕琛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楊婉銀在這個村子裡最熟悉的莫過於他們2位了。他們把楊婉銀當自己的孩子一般對待，一定知道她的下落。段奕琛對視上張翠蓮的眼神，連忙走到他們面前：“張嬸子，你一定知道婉銀去哪了，快叫她回來，我們這還等着她結婚呢。”張翠蓮甩開他的手，嫌棄地說着：“現在想起來婉銀了，你不是要照顧林青青嗎？還惦記婉銀做什麼？”段奕琛開口解釋：“我只把青青當妹妹，她被欺負，我怎麼能坐視不理？”張翠蓮笑得更大聲了，嘲諷地看着他：“林青青是你妹妹？我呸！你們有血緣關係嗎？那種沒有血緣關係就亂認哥哥妹妹的都是耍流氓。你心疼林青青，我們不管。程家那小子做的那些混賬事我也有所耳聞，但是你對婉銀做的那些，只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婉銀前天是和你們一起出去玩的，對吧？你們卻把她一個人丟在那荒山野嶺的，她差點就被棕熊吃了。”段奕琛身後一陣又一陣的發寒，旁邊有兄弟替他解釋道：“那天我們明明都已經回去接他了，是他自己沒有待在原地等我們，我們還找了他好久。”一直不說話的村長終於開了口：“放屁！如果不是我看到婉銀，現在你就等着給他收屍吧。”段奕琛似乎想到了什麼，回頭看了一眼眾人身後的王楠，隨後把從人堆裡拎了起來。“你說你那天沒有看到婉銀，你是真的沒有看到嗎？小河邊就一條路，就算楊婉銀要往回走，也不會看不到她。唯一的解釋就是王楠根本沒想接她回來，選擇了視而不見。”王楠的眼神有些閃躲：“琛哥，她就是一個惦記你錢的女人，你何必還和她結婚？我們可不認她這個嫂子。”段奕琛一拳揮了過去，眾人上前攔着。等大家把段奕琛拉開的時候，王楠已經被打得鼻青臉腫。王楠在地上啐了一口：“裝什麼裝啊？我們不都是看在你的態度上，你那麼心疼林青青，我們哪敢怠慢？我們直接叫楊婉銀的大名，也沒見你生氣啊。”“是啊，王楠他們對楊婉銀做出的一切都是他默許的，最後他的兄弟們只會越來越不尊重楊婉銀。我們今天就結婚了，她自然是你們的嫂子。得了吧，你結婚報告都沒打，誰認啊？”眾人一片嘩然。張翠蓮看不下去了：“行了，別在這裡賣弄，我們看着惡心。”段奕琛跌跌撞撞地走到張翠蓮面前：“張嬸子，婉銀是不是生我氣了？我可以去給她道歉。你告訴我她在哪，我這就去把她接回來。”張翠蓮和村長對視了一眼，隨後嘆了口氣：“婉銀死了。”段奕琛腿軟，一下子跪在了地上。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前些天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說沒就沒了？張翠蓮接着說：“這大雪天在外邊躺了那麼久，怎麼就得回來？送到醫院沒多久之後就走了。”段奕琛不相信，因為昨天他還看見過楊婉銀。“不會的，昨天我明明見過她。”張翠蓮的嘴角忍不住地向下壓了壓。“你是幾點見到她的？”段奕琛仔細地回想了一下，那時候他剛給林青青買完飯回來，大概是晚上6點。“哎呀，那估計是婉銀的魂魄呀，她3點多就沒了。”說完，張翠蓮招呼着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樣離開小院。從段家出來之後，村長還拿着煙袋桿子杵了張翠蓮一下：“怎麼還胡說八道上了？”張翠蓮翻了一個白眼：“誰讓他欺負我們婉銀，嚇死他！
這下換成段奕琛的人都愣在了院子裡，因為楊婉銀的死和他們每個人都脫不了關係。兄弟們找各種借口離開了，只留下了一句節哀。這下可好，喜事變喪事，一瞬間，段奕琛仿佛被黑暗籠罩，楊婉銀就這樣死了。段奕琛看着家裡被打理得井井有條的樣子，鼻子和嗓子都酸澀得厲害，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只有嗓子發出苦澀的悲鳴。他不相信楊婉銀就這麼走了，他知道楊婉銀受委屈了，他還沒補償他，怎麼能說沒就沒了呢？段奕琛在家裡坐了好一會，還是覺得這件事不太對。家裡那麼乾淨，而且楊婉銀的衣服都沒有了，怎麼看都是有預謀的離開，不會是村長說的那樣。他瞬間站起身，想要去村長家問個明白。剛到村長家門口，就被張翠蓮從頭到腳潑了一盆髒水。段奕琛從沒被這樣對待過，可是看到張翠蓮那張臉，心底的所有怒氣都不自覺地咽了回去。張翠蓮啐了一口：“哎呀，小段啊，你看看我這也沒看到你呀。”嘴角噙着的笑早就出賣了他。段奕琛抹撒把臉，冷風順着濕透的衣服灌進胸膛，冷得刺骨。他忽然間想到，之前村長說楊婉銀掉進了河裡，那不是比他現在還要冷？張婶子，我只是過來想問一些關於婉銀的事。張翠蓮拍了拍身上的灰，一臉嚴肅，有些不客氣。我們知道的都和你說了，你還想問什麼？段奕琛語氣裡近乎哀求。那婉銀的骨灰呢？如果你們說她死了，不會連個骨灰都沒有，或者葬在哪裡了？張翠蓮抖了抖手上盆裡的水。婉銀說她本就是個孤兒，無依無靠，能來世間一趟已是不易。走了之後，把她的骨灰揚了便是。村長坐在院子裡抽着旱煙，心想着自家婆娘什麼時候這麼會編故事。這幾句話幾乎澆滅了段奕琛所有的幻想。可他看着張翠蓮的表情，很是不信。如果杨婉银真的死了，怕是他哭得比誰都要慘。見村長家走不通，段奕琛便去了派出所。報人口失蹤總是可以的，他一定會找到他的。到了派出所之後，值班的公安看着段奕琛：“你說你老婆失蹤了？”段奕琛不住點頭。那你把你們的結婚證拿出來，我給你登記。段奕琛支支吾吾的。之前為了防止楊婉銀跟着自己回城，結婚申請都沒有打，哪裡來的結婚證？公安見段奕琛一動不動，沒結婚，結婚申請總有吧？段奕琛更是拿不出來。現在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兩個人的關係，不是親屬就不能報失蹤了嗎？他是孤兒，沒有親人，我們的結婚申請還沒來得及。公安抬頭看他，需要家裡人來報失蹤。如果每個無關緊要的人找不到，誰都來我們這報失蹤，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沒有辦法開展了。孤兒的話，你叫你們村村長來吧，那能查到他是不是去世了嗎？公安急了，你說你怎麼回事？剛才說是失蹤，現在說是死了，什麼關係證明都拿不出來，說是你自己的媳婦，你自己沒看住。公安的一句吐槽像一把刀，深深地扎進了他的心裡。他曾經也以為自己是喜歡林青青大於楊婉銀的，但是林青青最後和程家瑤離開的時候，他並沒有多難過，反而知道楊婉銀失蹤後的他，仿佛覺得天都要塌了。段奕琛沒有再繼續追問，垂頭喪氣地離開派出所。回去的路上，段奕琛的兄弟們直接迎了上來：“琛哥，不就是一個女人嗎？对於琛哥來說，還不是要多少有多少？”段奕琛一把推開他們，聲吼道：“我只要楊婉銀一個！”兄弟幾個面面相覷，隨後又大笑了起來：“這可不一定。走吧，琛哥，
南哥在國營飯店給你擺了酒，他說特地要給你賠罪。國營飯店內不比上回的氣派。段奕琛被領到一個小包廂，裡邊坐着王楠，身邊還坐着林青青，眼眶紅紅的，一看就是剛哭過。看見段奕琛進來，他的眼底裡還泛着淚花，可段奕琛卻再沒有那般心疼的感覺，現在還多了些厭煩。婉銀還沒找到，他沒空安慰他。王楠見段奕琛進來，徑直過去請段奕琛來主位坐下，他身邊就是林青青。王楠給自己倒滿了一杯酒，琛哥，之前都是我的不對，我先乾為敬。段奕琛看着他仰頭一飲而盡，心裡沒有一絲絲的波瀾，就連林青青現在坐在他身邊，對他來講也掀不起他的情緒。兄弟們幫忙着附和，段奕琛沒管王楠，轉頭看向林青青：“你不是和程家瑤走了，怎麼又回來了？”一說起程家瑤，林青青的眼淚瞬間控制不住。她只是花言巧語地哄騙我，還說讓我和別的女人一起伺候她。她還說以前地主家都是好幾個女人的。王楠在一旁看着，臉上揚起得意的笑，給林青青使了一個眼色。林青青的手輕撫上段奕琛的手：“阿琛，現在我才知道自己的心意，是我以前一直被程家瑤騙，沒有看到你的好。既然婉銀不在了，我準備答應你了。”段奕琛厭煩地抽回手，眾人都驚了。林青青在段奕琛那裡就是白月光似的存在，現在這個樣子和之前的他天差地別，就連王楠都覺得只要搞定林青青，就能坐穩他在段奕琛身邊的地位。畢竟他們家依附於段家活着，段等於不能和段奕琛撕破臉，所以就算段奕琛當眾讓他難堪，他也得笑着把臉湊過去，一聲不能吭。但是現在這是怎麼回事？林青青也不管用了，答應我什麼？我的女人只有楊婉银一個，之前對你好不過是對妹妹，你我從小一起長大，我能看你被別人欺負不管嗎？段奕琛只覺得厭煩，起身離席。他走到吧台準備結賬，才想起來之前的那頓飯錢好像還沒給。老闆和他很熟，記賬也是常有的。這次多少錢？還有上次的，一起結了。老闆看着賬簿，翻閱上次的記錄，上次已經結過了，是一個女孩給你們結的。段奕琛如遭雷擊，那天他擺了3桌，還點了很多很多的酒，算下來怎麼說也得好幾百塊。哪個女生？包房裡的那個。老闆衝包房裡看了一眼，搖頭，不是她。那個女生皮膚白白的，紮了2股麻花辮，是楊婉銀。段奕琛渾身的雞皮疙瘩冒起，顫抖着聲音問着：“那天的飯錢是多少錢？”老闆記得很清楚，指着賬面上的數字給段奕琛看：458塊65。我給他抹了個0。他從兜裡拿出來了一個手绢包着的，全是零錢。查到最後也只湊夠了455，最後也就那麼的了。段奕琛深知那455塊錢幾乎是他攢了好幾年的錢，他經常和他念叨着他的成果。他說攢夠500塊，他們的婚禮也能好看些。段奕琛想起之前自己也有過掛賬，不用非得讓楊婉銀幫他付錢。老闆，我之前也有過掛賬，怎麼能讓女生給我出這麼多錢？哪個老闆喜歡被人掛賬？有人願意付錢，他巴不得趕緊收回來，說不定哪天就打了水漂。不過那天的確不是老闆非要楊婉銀付錢，而是王楠諾裡邊的那個穿藍色衣服的，他說要帶走你，就得把飯錢付了。段奕琛頓時火冒三丈，衝進包廂，一腳踹在王楠的胸口，
近幾日的憋屈和在朋友面前不斷遞下他面子，讓王楠再也忍受不住，和段奕琛扭打在一起。林青青和身邊的兄弟上前拉了半天，才把他倆拉開，兩個人都掛了彩。段奕琛指着王楠：“你他媽膽子肥了，讓楊婉銀付那麼多錢，你知不知道那是他的全部積蓄？”王楠也不甘示弱。現在惦記起人家了，裝什麼情根深重？你做的有比我們好到哪裡去？在我們看來，在你心裡，林青青是天，楊婉银是地。你永遠都可以因為林青青的事情不顧楊婉銀的想法，不管什麼時候，不管楊婉銀需不需要你，這都是你給我們傳達的。你還怪我們不尊重他？你自己捫心自問，你又對他做過什麼？段奕琛沒有想過自己做得如此的過分，身邊的兄弟都是這麼想的，那楊婉銀會傷心成什麼樣？段奕琛正脫開兄弟們的束縛，一把掀了桌子，外邊飄起了大雪。段奕琛穿得單薄，在雪地裡走着，腳都凍木了。剛才散落的酒灑在他身上，他感受到了徹骨的寒意，直接穿透他的衣服，到了骨頭裡。不知道什麼時候，他走到了村長家門口。或許是這裡是最後和楊婉銀有關聯的地方，也或許這是楊婉銀生前最喜歡來的地方。他在門口生生地蹲了一夜。第二天，張翠蓮開門時，段奕琛直接倒了進去。張翠蓮嚇了一跳，他趕緊叫來村長。村長從屋子裡出來，看見滿身是血的段奕琛，連忙走過來，把他扶進屋子裡。村長小心翼翼地試探着他的鼻息，還好，還有氣。村長回頭指着張翠蓮，叫你胡鬧，非說婉銀死了，這再搭一個進去，看你到時候怎麼給他爸媽交代。張翠蓮也後怕了起來，我哪知道這小子還能想不開呀？當初他是怎麼對婉銀的你也知道，現在在這演什麼？什麼叫演？實話實說，無愧於天地。他要是真死在咱們家門口，看你這輩子以後怎麼活。村長恨鐵不成鋼，但心底也是護着婉銀的。段奕琛之前把楊婉銀害成那副樣子，自己心裡有鬼。老婆子胡鬧時，私心也是想給段奕琛一點教訓。可現在這小子怕是想不開，要和楊婉銀一起去呢。張翠蓮再不敢大聲說話，小聲嘀咕着：“誰讓他欺負婉銀？呸，活該！”段奕琛迷迷糊糊地發着高熱。村長請了村醫過來看，打了好幾天的針，終於讓段奕琛清醒過來。醒來的第一句話就是喊着楊婉銀。村長聽着，嘆息着搖了搖頭，終於清醒了一點。張翠蓮給他遞來碗粥，段奕琛拒絕張翠蓮手裡的粥，起身走到村長跟前跪下。他臉色慘白，幾乎就剩半條命。村長，你一定知道婉銀的下落，她沒有死，對不對？村長深深地嘆了口氣，和張翠蓮對視了一眼。婉銀的親生父母找到了，他去了京市。楊婉銀坐了很久，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走到出站口時，他看到一群人舉着一個白色的牌子，上邊寫着幾個大字：歡迎楊婉銀回家。他的眼眶瞬間紅了。從小到大，他都是孤兒，甚至沒有過家的感覺。他想，哪怕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也是值得的了。踌躇間，家裡人一眼就認出了他。婉銀，我的女兒，我終於找到你了。寒暄了幾句，一個面色清俊的男生直接接過他手裡拿着的行李，對他绅士的一笑。楊婉銀以為那是他哥哥，剛叫出口，一旁的另一個得體的男生卻冷哼一聲：“婉銀，我才是你哥哥，你別理他。”楊婉銀只能尷尬地笑了笑。楊婉銀的母親身穿一身旗袍，氣質超群，一看就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夫人，而嫂嫂就時髦了許多，
哥哥和父親幾位男士穿着得體，看上去清冷高貴。幾個人的穿着讓楊婉銀不自覺地看了看自己穿的袄子和腳下的棉鞋，她不自覺地瑟縮了一下，可他們卻毫不在意她的破爛。所有人都搶着和她坐一起，最後獲勝的是楊婉銀的母親和嫂嫂。2輛車子順着小路漸漸駛進一個花園。原來她的家是這樣的，隨着她下車，幾個傭人喊着歡迎大小姐回家。楊婉銀被母親帶上了樓，她給她準備了很多套好看的衣服。母親牽着她的手，不願意放開，還是嫂子開口道：“母親，你放心，婉銀回了家之後就不會再走了。”“你好，婉银，我是你哥哥的老婆，我叫舒晴。”舒晴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杨婉银反倒顯得很局促。所有人都很親切，讓楊婉银懸着的心放了下來。舒晴的笑很有感染力，楊婉银可以感受到她內心強大的氣場。舒晴簡單地給楊婉銀介紹了一下家裡人員的組成。我們家姓蘇，在京市算是有頭有臉的家族，父親的產業遍布京市，父親和母親的名諱我不方便說。我只能和你說下，你的大哥叫蘇錦成，目前正在接手父親的公司。你的原名叫蘇錦婉，在3歲的時候走丟，這麼多年，家裡一直在找你的下落。前不久，終於知道了你的下落，但是錦成帶人去找你的時候，他怕你一時接受不了，托村長幫忙詢問，得知你不太想回來，你大哥鬱悶了好久。楊婉銀抓着衣角，關於段奕琛的過往一點一點襲來。村長和他說起的時候，他正準備和段奕琛的婚禮，沒想過回來認親。錦成選擇尊重你的決定，想着再過段時間去看看你過得好不好，循序漸進。沒想到前2天接到村長的電話，說你願意回來了，全家都高興得跟什麼似的。小妹，你能回來真的是太好了。你不知道，小的時候是你和錦成一起出去玩的時候走丟的，他心裡一直有一道坎。現下你能好好的活着出現在這裡，你大哥高興的好幾天都沒睡着覺。家裡人的溫暖似乎一瞬間把楊婉銀包圍，段奕琛給他帶來的傷痛似乎也沒有那麼痛了。坐在梳妝台前，他看着鏡子裡舒晴精心打扮的自己，竟然有些不敢相信那就是他。下樓時，杨婉银小心地拉着舒晴的手，除了大哥，還有一個男人是誰？舒晴會心一笑，一會你就知道了。下樓之後，餐廳裡坐滿了客人，楊婉銀哪見過這樣的陣仗，下樓的腳步都開始放緩。舒晴安撫着他的手，你放心，這都是我們家的親戚，知道你回來了，都來給你慶賀。蘇家的小公主終於找到了，大家都開心，眾人的目光齊刷刷地向她看來。楊婉銀本上長得就很不錯，這麼一打扮下來，還真有點千金小姐的韻味。蘇家夫婦站起來舉杯，我們蘇家的女兒終於找回來了。眾人寒暄着，都在恭祝楊婉銀的回歸。角落裡熟悉的那個男人對她舉杯，楊婉銀這才知道，原來那就是傳說中和她有婚約的娃娃親未婚夫。男人名叫傅彦洲，是傅家的獨子，前途無量。村裡的人都說，家裡這麼久了才把他找回來，就是為了維持這份婚約，抓住這個金龜婿。他靦腆地對着傅彦洲舉杯示意，其實無所謂了，他現在只想要一個家，嫁給誰不是嫁呢？哎，你們聽說沒？傅彦洲這麼多年一直沒有婚配，是在等蘇家的小女兒回來，現在回來了，估計很快就好事將近了。傅彦洲默默聽着賓客們的討論，並未解釋什麼。之前其實他只是懶得應對催婚，所以找的借口而已。但直到今天再次見到他，
他突然有些期待借口成真的那天。傅家的二老看着杨婉银，也是怎么看怎么喜歡，巴不得讓俩人立刻成婚。不過開始之前，大家都說好，這是需要楊婉銀先點頭同意，他們絕不逼迫。所以在宴席上，沒有人催着楊婉銀接受這門婚事。宴席過後，眾人散去，傅彥洲和楊婉銀在家附近散步。京市的氣溫比村子裡暖和許多。楊婉銀和傅彥洲在小路上走着，傅彥洲給他的感覺很親切，和他相處沒有任何的壓力，反而他能觀察到楊婉銀所有的情緒。真好。傅彥洲冷不丁冒出來的話，讓楊婉銀看向他。他回頭看着楊婉銀，笑得很燦爛。你能回來，真好。楊婉銀臉紅了，再加上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覺得此時氣氛有些曖昧。你失蹤的時候，我8歲，記得那天，所有的人都出去找你，我也想去，但他們怕我也被人販子騙走，讓我待在家。傅彥洲笑了，還好你現在回來了，大家都很開心。他沒有提他們的婚事，但是卻讓楊婉銀很安心。接下來的幾天，楊婉銀幾乎成了家裡的團寵。傅彥洲有空的時候就會過來陪着他看書、遊玩、寫字。漸漸的，兩人也開始熟絡了起來。那天，楊婉銀看着專心寫字的傅彥洲說：“我們的婚事還作數嗎？”傅彥洲神情一滯，轉頭看向楊婉銀：“當然，只是你真的準備好了嗎？”楊婉銀笑着點點頭：“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傅彥洲嘴角掩不住的笑意。天氣漸暖，陽光灑在少年臉上，時光在這一刻留下美麗的畫卷。楊婉銀自從回到家之後，每天都睡得很好。這裡的每個人都把她當寶貝一樣寵着，只因她前一天晚上說想要吃糖酥，第二天的桌子上就一定會有。大哥買了一份，母親買了一份，就連傅彥洲也會買一份。楊婉銀暗自發誓，以後一定也要對家裡人好。這也是為什麼她願意接受傅彥洲，不僅僅是他給了她最大的尊重和愛，也是這樣的氛圍，他實在是太珍惜了。但是沒多久，在傅彥洲接他上學的路上，他看見了段奕琛。段奕琛從村長口裡套出楊婉銀的行蹤後，就急急忙忙地追來了。但由於楊婉銀回家後不是不出門，就是一堆人跟在他的身邊，他根本沒辦法接近。他悄悄跟了他好幾天，發現了他身邊出現了一個舉止親密的男人，叫傅彥洲。今天他看到傅彥洲牽起楊婉銀手的一剎那，再也忍不住，一拳打了上去。傅彥洲被他打了一個踉蹌，啊！楊婉銀嚇得尖叫了一聲，看到是段奕琛後愣了一秒，你發什麼瘋？緊接着就撲到傅彥洲身邊，小心翼翼地查看傷勢。這更加激怒了段奕琛。等到他準備揮第二拳的時候，被傅彥洲輕鬆躲過，狠狠地回擊了他一拳，鼻血順着鼻子流出來。段奕琛直接被打趴在地。段奕琛趴在地上沒動，還等着楊婉銀過來看他，卻看到他在幫傅彥洲擦拭嘴角的血漬，根本沒有看他。楊婉銀，你是我老婆，怎麼能在這和別的男人卿卿我我？楊婉銀仿佛沒有聽見般，過了好久才回頭說道：“你認錯人了。”楊婉銀已經死了。他拉着傅彥洲想要離開這裡，段奕琛抓住了他的手：“婉銀，我錯了，之前做的那些都是我的不對，你打我罵我都成，就是別離開我。”傅彥洲把楊婉銀護在身後：“不管你是誰，他說不認識你，請你離開這，不然我要報警了。”傅彥洲的語氣裡帶着上位者的威壓，不容人置喙。但是段奕琛並沒有被他震懾到，反而挺直了腰板：“她是我女人，
我們馬上就要結婚，他在結婚當天消失，我要個說法過分嗎？沒等段奕琛說完，楊婉銀的巴掌隨即落下，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段奕琛的臉上瞬間浮起一個巴掌印。段奕琛，需要我把你之前對我做的事情都說出來嗎？本想着給大家留個體面，沒想到你現在還是這樣。你自己做了什麼，自己心裡清楚。楊婉銀拉着傅燕洲快步離開，段奕琛還想要追上去，被傅燕洲身邊的保鏢攔住，再沒辦法上前。他認定他們之間一定是有什麼誤會。楊婉銀對他一貫唯命是從，從來沒有這樣疾言厲色過。走到學校門口時，傅燕洲把楊婉銀抱在懷裡，力氣很大，似乎要把她揉進骨子裡。婉銀，我好怕再失去你。楊婉銀沒有反抗，反而覺得這個懷抱很溫暖。她搖了搖頭，安撫地拍着他的後背。不會的，我們盡快完婚吧。曾經，他總覺得有很多的時間去和楊婉銀相處。他相信等楊婉銀真正愛上他之後，一切水到渠成。但是他今天看到了段奕琛，他心裡開始變得很是慌亂。他看到了兩人之間的糾葛和楊婉銀眼神裡的悲涼，他實在是害怕極了。楊婉銀有些猶豫，想開口解釋，剛才的那個人，我們差點就結婚了。對於楊婉銀之前沒有回來認親的理由，傅燕洲有所耳聞，他不願意再提起他的傷心事，決定自己去暗自調查他們之間的事情。他也猜了個大概，所以他現在才這樣患得患失。都過去了，婉銀，只要你願意，我馬上就開始籌備我們的婚禮。楊婉銀在他懷裡輕輕地摟上他的腰。好。在遠處看着他們相擁的段奕琛攥緊了拳頭，隨後直接跑回家，決定求助父親。段奕琛一聲不響地回城，已經遭到段父的不滿，詢問緣由，竟是因為一個女人。段奕琛跪在父親面前，想要求得父親首肯。我都說了，那孤兒你玩玩便罷了，想要娶回家簡直是做夢。就算你不想娶青青，怎麼着也得找一個配得上我們家的京氏女子。段奕琛回想着最近楊婉銀身上的穿戴，家境肯定好了不少，那些衣服、珠寶和首飾，她可是识貨的，都價值不菲。父親，婉銀她不是孤兒，她是走丟的，如今已經找回了父母，現在就在京市。段府眼神晦暗不明，詢問身邊的管家，最近圈子裡有誰家認回了女兒嗎？管家仔細想着，老爺，最近只有蘇家說是找到了之前丟失的小姐。蘇小姐被找回之前，好像就是姓楊。段父還沒轉過彎來，哪個蘇家？這個時代丟孩子的家太多了，他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就是京市首富蘇家呀。段父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不一會又還是暗淡了下去。蘇家，你更是別惦記了。段奕琛不敢置信，為什麼？你之前嫌棄婉銀出身不好，現在她的出身配得上我們家了，你怎麼還是不同意？段父拿起手中的茶碗喝了一口，不是人家配不上你，是你配不上人家。那蘇家是京市數一數二的富戶，和上邊都攀着關係在，他們家的女兒你也想惦記，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得上。段奕琛傻在了原地，他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一天配不上楊婉银。段父給管家使了一個眼色，管家細心地和他解釋道：少爺，我們家在京市雖然算得上有錢，但是蘇家在京市不僅是金錢，還有多方權力和人脈在，就是軍區也是說得上話，不是我們家可以企及的。還有，當初蘇家認回大小姐的那天，老爺也命我備了份禮過去，送去的賀禮直接堆了一整個房間，
咱們家在蘇家面前根本不夠看。聽蘇家的人說，蘇小姐和富家少爺近期就會完婚。段奕琛的心裡仿佛被人打了好幾十棍，疼得抽搐的厲害。今天抱着他的那個人，就是要和他結婚的那個人嗎？段父看着他的這副樣子，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蘇家和富家都不是我們可以惹得起的，你趁早斷了你的那份心思。行了，帶他下去吧。看着段奕琛的那個樣子，段父失望地搖了搖頭。段奕琛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回房間的，他只知道自己失去了杨婉银一次又一次，每有了希望，迎來的卻是失望。他開始在家不斷地酗酒，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讓他自己好過一些。他經常會夢見楊婉銀，也是因為那些夢可以緩解一些內心的酸楚，可醒來後的空虛卻更加的刻骨銘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醒他真的失去他了。那邊兩人的父母知道他們正式在一起後，看着他們的樣子都一臉欣慰。父母和蘇母更是早早的就開始準備二人的婚禮。父蘇兩家聯姻在京市可算得上是最轟動的大事了，報紙紛紛報道，很快就傳到了段家。就在段奕琛第3次因為喝酒喝到胃出血送醫院的時候，段母終是給段父跪了下去。老爺，兒子再這麼喝下去，怕是我們段家就要絕後了。段老爺子何嘗不愁，更是看段奕琛的樣子恨鐵不成鋼。可他又能怎麼樣呢？他還能舔着張老臉去蘇家提親，這不是打富家的臉嗎？他得多大的臉能做出這樣的事來？之前千叮嚀萬囑咐不能把楊婉银帶回家，自己也不會承認他這個媳婦。沒想到人家搖身一變成了蘇家的千金，如果之前同意了，自己家的兒子可就是蘇家的女婿了。段府越想越憋屈，把報紙直接甩在段母臉上。人家都要結婚了，現在還有什麼辦法？段母愛子心切，別說臉面了，就算是要了他的命也沒有關係。隔天，段母準備了10箱彩禮，叫醒了段奕琛。我弟兒啊，你醒醒，咱們去蘇家提親。段奕琛聽到了提親，瞬間精神了起來，精細洗漱了一番，和母親出了門。在門口時，段父看着他們，一臉愁容。算了，我和你們一起去蘇家。傅燕洲幫着楊婉銀在房間裡溫習功課，就聽見樓下的管家來報：小姐，段家有人來提親了。楊婉銀一愣，先是看向傅燕洲，她不改辭色，還是剛才的模樣，似乎一點也沒影響到她，和之前那個害怕被段奕琛搶走她的人判若兩人。楊婉银應了一聲，知道了，先下去吧。傅燕洲坐在他身後的沙發上看着報紙，他回頭看着傅燕洲笑着：你不生氣？傅燕洲眸光發熱，把報紙放在一旁，看着他的眼睛。怎麼，後悔了？楊婉銀轉過頭，嬌羞的臉上泛起紅暈。怎麼會？傅燕洲早在第1次見到段奕琛的時候，就找人回村子裡調查過他們之間發生的事。他越聽越氣憤，但是也越來越安心。之前的段奕琛如此傷害過楊婉銀，他是斷不會再回頭的。思及此，傅燕洲牽着楊婉銀的手，準備一起下樓。楊婉銀有些尷尬，就這麼下樓？傅燕洲湊近他的臉，莫不是你還要打扮一番？楊婉銀被他逗得撲哧一聲笑出來。那倒不是，我只是覺得爸媽會處理好，不用我露面。傅燕洲拉着楊婉銀的手更緊了。走吧，我也想去會會他。他也想不通，他之前那樣對待婉銀，現在怎麼會想要來這裡自討沒趣？是真的當他們蘇家沒有人了，還是當他們傅家沒有人了？臉皮真厚。樓下，段家一家3口坐在沙發上，
父親和大哥出去忙了，只有母親和嫂嫂坐在下邊。段父先是笑眯眯地開口說着：“親家，你看我們奕琛和婉銀還有婚約，這天下斷是沒有一女嫁二夫的道理。”楊婉銀站在樓上，段父說的這樣理直氣壯，拳頭不自覺地攥緊，盯着樓下的三人。他還記得之前聽見過段奕琛和家裡人打電話時的場景，對面可不是今天這樣的口吻。蘇母自是見慣了這些小人的嘴臉，這麼多年想要巴結蘇家的人，他見得太多了。婉銀在村子裡受的苦我們都知道，可你說2個孩子有婚約，可有憑證？段奕琛等不及開口，全村子裡的人都知道，我們馬上就要完婚。婉銀離開的那天，正是結婚的日子，可我等了他很久，都沒見他出現。段奕琛的話又把楊婉銀帶回了曾經的那些回憶中，身體不自覺地有些發抖。傅燕洲把他的掌心鋪平，十指相扣，瞬間，楊婉银仿佛吃下了一顆定心丸，抒情開口：“既然你們說婉銀和你們家早有婚約，可有彩禮？就算沒有領結婚證，結婚申請總有吧？”空口白牙說：“我們婉銀和你們有婚約。”這樣玷污女孩子清白的事，說出前還是得過過腦子。段家夫婦被一個晚輩說的臉色很難看，但是蘇家他們也惹不起。段奕琛有些急了，直接走上前，把一個毛衣擺在蘇母面前。楊婉銀看着那件毛衣，當初就應該連同那件毛衣一起燒了。這是婉銀親手給我織的毛衣，或者叫婉銀出來，我不相信她真的不認我們之前的感情。楊婉銀怕家人聽信了段奕琛的鬼話，也看不下去段奕琛的深情嘴臉，她牽着傅燕洲的手沒有鬆，二人直接一起走下樓。段奕琛，我們之間沒有關係了，你還要我說多少遍？段奕琛看到楊婉銀，心裡止不住的歡喜，但是目光卻一直落在他們十指相扣的手上。婉銀，我覺得我們之間有些誤會，我們聊聊好不好？楊婉銀微微蹙起眉頭，下意識地往後退了退。我知道我之前有些事情做得不對，沒有顧慮到你的感受，我可以和你道歉，我是真的愛你的。段奕琛這樣卑微討好，是楊婉銀從沒見過的，但是現在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他又厭煩地向後退了一步。段父再次開口：“不過是2個孩子之間鬧了一些矛盾，我們也是真心的想要婉銀這個兒媳婦。”段奕琛上前想要過去牽楊婉銀的手，卻被傅燕洲擋在楊婉銀前邊。段先生在村子裡對婉銀做的那些事，需要我再給你複述一遍嗎？段奕琛想要透過傅燕洲看他身後的楊婉銀，卻被他當得嚴嚴實實。我和我妻子說話，和你有什麼關係？傅燕洲利落地打了一個響指，助理帶着2個人進來。婉銀，村長和張翠蓮出現在門口。楊婉銀上前，撲在張翠蓮懷裡，顧不上敘舊。張翠蓮指着段奕琛：“你還真有臉來！婉銀因為你差點沒了半條命，現在好不容易找到歸宿了，你又來破壞。”話落，蘇母緊張地站了起來：“你說什麼？婉銀是我們老2口從小看着長大的，這孩子生活過得艱難，好不容易有了歸宿，我們自然看着高興。但是我家老頭子根本沒有收到他的結婚申請，甚至他們說婉銀是孤兒，配不上他。他帶着那個林青青回家，2個人不清不楚，光是我自己就看見婉银哭過好幾次。就在前段時間，我們在小河邊看見婉银，她差點被棕熊吃了。段家3個人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和他一起的兄弟在背後議論着婉銀。別再說了，蘇母不願意再聽。
他的寶貝女兒會被人作踐至此。此時的段奕琛只覺得腦子裡亂哄哄的，懊悔和焦急的情緒正在一步步蠶食着他所剩不多的理智。他很想把一切都解釋清楚，可一想到自己親手做下的那些事，又覺得無可辯駁。氣氛一瞬間凝滯了下來。段父一個巴掌扇下來，段奕琛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是我沒有管教好犬子，讓他之前做了錯事，但是總歸是兩個孩子之間的事。抒情冷眼看着面前不知廉恥的一家三口，蘇母更是氣急，婉銀都要被他折磨死了。這件事，我們蘇家不會就這樣算了。段奕琛和父母在蘇家沒有討到一點便宜，反而給自己惹了一身騷。等蘇家父子回來後，更是直接下令斷了和段家的一切往來。京市的人都知道段家得罪了蘇家，明眼人都選擇明哲保身，對段家退避三舍。不到1個月，段家破產了，就連和段家一向交好的林青青家也沒有逃脫掉這次的變故。林家本就依附於段家，兩家在生意上有所往來，這一次的波及幾乎把他們兩家的未來都斷送了。而林青青嫁給程家堯之後，並沒有過上她想要的生活。程家堯天天不回家，兩人的婚禮都沒有，因為林青青懷孕了，在婆家被婆婆搓磨，小姑子冷嘲熱諷，再加上娘家沒落，程家堯更加看不上她，對她非打即罵，經常夜不歸宿。有一次在街上，還被他看見摟着別的女人去商店。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段奕琛經常來蘇家門口跪着，每楊婉銀坐車外出的時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司機輕聲詢問：“小姐，要停車嗎？”楊婉銀沒有抬頭，只是說了一句“不用”。這一次，他變成了他們之間的上位者，不僅是感情，還有地位。等他回到別墅時，段奕琛還跪在那裡。他讓司機把車停下。段奕琛像是一條喪家之犬，在雨裡顫抖。見到車輪停下，他終是抬起眼，和楊婉銀的視線相遇。他的眼睛裡發着光，甚至覺得自己越慘，楊婉銀越會回心轉意。婉銀，可是他想錯了。為了不給他任何的希望，楊婉銀還是開了口：“你回去吧，我馬上就要結婚了。”段奕琛還是不甘心，踉蹌地爬起身，直接扒住了楊婉銀的車窗。司機頻頻回頭，怕楊婉銀被他傷害到。我們那麼多年的感情怎麼會說放下就放下？我和林青青沒有什麼，傷害你不是我的本意，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楊婉銀比想象中要淡定自若很多。你不能，永遠不能，在我滿心滿眼都是你的時候，在你一次次地將我的真心踐踏的時候，你就該想到，我們會有這一天，不會有人在原地一直等你。他楊婉銀早就不是他回身就會看到的那個人。他頓了一下，隨後抬眼望着段奕琛：“現在你我之間，你覺得你又能帶給我什麼呢？”這是段奕琛和楊婉銀說過的原話。是啊，現在的段奕琛不過是一個落魄的像個乞丐一樣的人，什麼都給不了楊婉銀。段奕琛扒着車窗的手慢慢滑落，看着車子駛進花園，直到別墅的門被重重地關上。楊婉銀從後視鏡裡可以看到跪倒在門口的段奕琛，他如此狼狽，卑微懇求，在他的心裡早就沒有一絲絲的波瀾。車子開到大門口時，傅燕洲在門口等着他，他绅士地幫楊婉銀開車門，雨傘貼心傾斜，視線卻一直落在門口的方向。楊婉銀拉過他的手：“別看了，不重要。”楊婉銀和傅燕洲的婚禮定在了1周以後，而他們剛領了結婚證。現在他們是受法律保護的夫妻，不管任何人都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感情。
拿到那張紅彤彤的結婚證時，楊婉銀心底有種恍若隔世的割裂感。明明自己最期盼的就是有一個自己的家，如今她不僅有了家人，還有了丈夫，一切來得太快，她仿佛還沒有適應過來。傅燕洲牽着她的手，在她的無名指上套了一個金戒指，指尖從戒指中間穿過，大小剛好。楊婉銀抬起頭，對視上傅燕洲閃爍的眸子：“你好，傅太太。”傅燕洲帶着她去了京市最豪華的酒店頂層，在窗台邊的桌子上精心布置了很多鮮花。楊婉銀從沒見過這樣的陣勢：燭光、西餐、紅酒、小提琴。傅燕洲說，這是他們表達浪漫的方式。這些楊婉銀都需要時間適應。飯後，傅燕洲摟着楊婉銀站在天台上，他貼心地給她披上外套。雖然已經是春天，但是晚上還是有些涼颼颼的。今天的夜晚，星星很亮。站在這裡，俯瞰整個京市的萬家燈火，清風拂面。楊婉銀依偎在傅燕洲的懷裡，不遠處，煙花砰的一聲，五彩繽紛的煙花在漆黑的夜裡炸開。面前絢爛的煙花仿佛把楊婉銀帶到了那天的晚上。她還清楚地記得，她是怎樣站在段奕琛和林青青身後看着漫天煙花的。而這次煙花是為了她一個人放的，比上次的還要氣勢磅礴。楊婉銀有些微醺，轉身看向傅燕洲。酒精的作用下，她摟上傅燕洲的脖子，輕聲在他耳邊回應着：“謝謝你，傅燕洲。不僅僅是今天，還有之前他為了他做的一切。”傅燕洲捧着他的臉，深深地吻了下去。楊婉銀先是一縮，隨後開始下意識地回應着他的吻。情到濃時，傅燕洲把他打橫抱起，楊婉銀的醉意開始有些上頭。他把頭輕輕地靠在他的頸窩，這一刻他無比的安心，一切水到渠成。在外邊漫天的煙花下，他把自己徹底地交給了他。第二天清早，楊婉銀是在酒店的房間裡醒來的。昨天晚上的事情他記得，臉上不自覺地又開始發熱了起來。一幕幕畫面在他的腦海裡浮現，是傅燕洲一次又一次的索取和佔有。床頭的櫃子上有一張傅燕洲留下的字條：“臨時有事，晚上我們一起回你爸媽家。”傅燕洲短短的一行字，看得楊婉銀心裡暖暖的。現在的她不僅有家，還有爸媽家、哥嫂家。楊婉銀穿上衣服，照鏡子時，竟然看到她的脖肩有幾顆很是明顯的紅痕。她把頭髮往前捋，試圖遮蓋，但是幾次都不成功，隨後只能放棄。從酒店裡出來的時候，傅燕洲的司機早就在門口等他了。“太太，傅總把車留給你。”楊婉銀瞬間有被照顧的感覺。在這樣的小事中，以前她一直充當的是一個照顧別人的角色，包括和段奕琛在一起的幾年，都是她惦記着段奕琛，從沒被人這樣惦記過。剛走出沒多久，身後有人拽住了她的胳膊。楊婉銀回頭看見了段奕琛，身邊還站着林青青。司機很是機警，他不僅是司機，也是保鏢，身上是有功夫在的。他第一時間站在了楊婉銀面前：“沒事，我去處理一下。”安撫好司機，楊婉銀帶着段奕琛和林青青到了酒店裡的咖啡廳。面對這樣的楊婉银，林青青有些不認識了。落座之後：“我們之前說的還不夠明白嗎？”段奕琛率先開口：“婉銀，青青可以幫我解釋，我們什麼都沒有發生，清清白白，我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心底的痛仿佛又被喚醒，他們之間有沒有都和他沒有關係了。之前段奕琛的差別對待是真的，對林青青的偏心順從也是真的。
可他們青梅竹馬，不過是沒有把楊婉銀放在眼裡，僅僅是尊重，就那麼困難？見楊婉銀沒有開口，婉銀姐，我可以作證的，我們之間不是你想的那樣。你也知道，我喜歡的一直都是程家堯，而且我現在肚子裡也已經有了他的孩子。林青青是為了林家來的。楊婉銀心底憋悶，她寧願他們之間有什麼那種家生的不被在乎的，明明他才是要和他走一輩子的人，卻一直被忽視的感覺又回來了，就像一個利爪把他又拖進深淵。這些統統都讓楊婉銀選擇了放棄。在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中，楊婉銀早就失去了對段奕琛的全部熱情。段奕琛坐在旁邊沒有說話，臉色慘白憔悴，髮絲吹落眼前，看上去無比狼狽。接連的變故讓他早就開始崩潰。段家現在很慘，幾乎所有的店都關了門，段父一夜白頭。所以你們今天來找我是想說什麼？段奕琛在大庭廣眾跪在了他面前，所有的人都向他們這邊看來，但是楊婉銀並沒有心軟讓他起來的意思。我們家毀了，我媽現在瘋瘋癲癲，都是因為我負了你，你有什麼怨氣都可以衝着我來，那是我們家幾輩子的心血，不能葬送在我的身上。林青青也跪了下來，林家沒有做錯什麼，蘇家對我們趕盡殺絕，我不該纏着他，求求你，婉銀姐，你放過我們吧。楊婉銀心裡說不出的難受，她見不得別人對她這個樣子，如果她是一個心狠的人，之前也不會被他們欺負成那個樣子。但是人總是要學會成長的，有些事情不能回頭。她扶他們起來，但是並沒有鬆口。想到那些往事，想到他被奪走在意的東西，被污衊，被懲罰，想到差點死在棕熊爪下的他，在冰冷的河裡求生的絕望，楊婉銀感覺心裡的傷口被一點點揭開。那些傷痛就可以這樣被抹去嗎？段奕琛，我永遠沒有辦法原諒你，不管現在我是誰，擁有了什麼，之前你給我造成的痛苦記憶猶新，它會在每個漆黑的夜裡不斷地折磨着我，像是噩夢一般。看着這樣的楊婉銀，段奕琛愣住了。他這樣的一句話幾乎擊碎了他所有的希望。他曾經以為帶着林青青來和他解釋就沒事了，他甚至在林青青家跪了很久，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挽回楊婉銀的心。儘管他自己也知道現在的他早已配不上楊婉銀，不過他的執念一直驅使着他來找他。他十分痛苦地解釋着：青青和你解釋了，我们之間真的沒有什麼，你怎麼就不相信呢？到現在他還是在怪他，怪他讓自己的家破產，怪他不相信他，從始至終都沒有在他身上找原因。段奕琛上前想要抱住他，卻撲了個空。傅燕洲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把他摟在了懷裡。段先生，請自重。傅燕洲的冷靜疏離讓段奕琛更加失去理智。他上前拉住傅燕洲的領子，但是被他用手抵着他的胸膛，讓他和自己保持一段距離。段奕琛轉身看向楊婉銀，自嘲般的笑了。就是因為他，所以你才不願意原諒我，是嗎？因為他比我有錢，還是因為他的家境比我好？你和他在一起不就是為了報復我嗎？隨後他又面向傅燕洲，我們還沒有結束，你才是破壞我们感情的那個人。段奕琛有些失去理智，看上去和一個瘋子無異。楊婉銀從傅燕洲的懷抱裡站了出來，既然他還是執迷不悟，那今天就一次性的和他說明白。無比鎮定地看向段奕琛，曾經我以為你是我的救贖，我以為可以和你有一個家，這樣我就不再是一個孤兒。可到最後，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推向深淵。
段奕琛有些愣住了。林青青不是原因，是他讓我看到了我和他之間的差距。我把你当作自己在这個世界上唯一的家人，但我自己不是你的唯一，甚至得不到你的一點點尊重。你身邊所有的人都可以踩我一腳，只因為我愛你。而你呢？你又做了什麼？你不過是仗着我喜歡你，肆無忌憚地消耗我對你的感情罷了。現在我所有的感情都消耗沒了，反而過來指責我。這個世界沒有這樣的道理，他們之間從來不是別人的原因，只是他們兩個人之間出了問題。楊婉銀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任憑人欺負的可憐蟲，她可以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傅燕洲看着她現在的樣子，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楊婉銀轉頭看向林青青：“你沒有對我造成直接的傷害，但是你明知道我和他在一起，你也明知道他對你的感情，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讓他在我們之間每次都選擇你，你就沒有私心嗎？”林青青這些他都知道，他怎麼會不知？段奕琛不過是他的一個備胎罷了，而備胎的備胎更沒有把他放在眼裡。所以他們今天得到的所有報應都不冤。段奕琛，如果你不想你們家比現在還要慘，就不要再來找我。這次換作楊婉銀拉起傅燕洲的手：“我們走吧。”段奕琛還不死心，上去一把拉住傅燕洲的手，卻被傅燕洲一把躲過，一個過肩摔，直接撂倒在旁邊的空地上。段奕琛疼得齜牙咧嘴。楊婉銀的臉上卻沒有任何波瀾，慌亂間只聽到了林青青的慘叫，眾人這才注意到，剛才推搡之間，林青青撞到了旁邊的茶几，虛弱地跌坐在地上，她的裙子上滿是鮮血。自那次之後，楊婉銀再也沒見過這兩個人，只是在身邊的人嘴裡聽到過他們的近況。林青青流產了，傷及身體，再也不會有孩子了。她被程家嫌棄，直接送回了林家。而林家因為她得罪楊婉銀，受盡牽連，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後來她實在是無路可去，到郊區的山上落髮為尼。而段奕琛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成日把自己灌醉，因為只有喝醉的情況下，他才能夢見楊婉銀。他什麼努力都做過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他即將成為別人的妻子的事實。幾天後，楊婉銀和傅燕洲如期舉行婚禮。楊婉銀穿着定制的婚紗，挽着蘇父的手，走進了婚禮殿堂，把他的手交給傅燕洲的那一刻，楊婉銀看着傅燕洲，笑得燦爛。傅燕洲在他的額間落下深深一吻。從今天開始，她就是他的妻，會護他一世周全。台下掌聲雷動，張翠蓮更是哭得不能自已。看着他一路走來，她深知楊婉銀的不易。現在的她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這場所有人矚目的婚禮登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段奕琛看着楊婉銀穿上婚紗的樣子，不住地摩挲着，眼角一滴眼淚劃過。他知道這輩子都不會再和楊婉銀有任何的交集，他就這樣失去了她。想到這裡，他心如刀割。可這個世界沒有後悔藥，如果他還能回到過去，他一定無比的珍惜楊婉銀。他坐上了回村的車，因為他知道楊婉銀把回門日定在了村長家，只要遠遠地看他一眼就夠了。鞭炮震天響，楊婉銀和傅燕洲的車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村子裡。段奕琛佝僂着身子，把帽子壓得很低，躲在人群中，看着他如今幸福的模樣，還真是恍如隔世。村長夫婦站在門口，迎着他們進門，後邊跟了很多穿西服的人，手裡都是禮品盒子，在眾人豔羨的眼神中進了屋。
楊婉銀是首富之女的這件事很快就在村子裡傳開了。蘇家和傅家統計了楊婉銀從小到大幫助過她的人家，每家每戶都給了10萬塊錢。那個每戶人一年的收成只有幾百塊的時代，萬元戶都是少有的。村民在段奕琛身邊議論，因為他聽見了自己的名字。你說那個姓段的知青是不是錯過了好多錢？幫助過婉銀的都得到了這麼多錢，他要是和婉銀結婚了，現在也是首富的女婿了。別提了，你還記得之前婉銀和他本來都是要結婚的，因為一個姓林的那樣傷害婉銀，當時我就看不慣他就是看婉銀好欺負。聽說他們家已經得到報應了，我表叔在市裡幹活，前2天回來說段家破產了，都是因為那個小子惹惱了蘇傅2家，現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呸，都是報應。是啊，都是報應。村民的話一字一句地扎進段奕琛的心裡，但是他沒有辦法反駁。原來自己之前做的那樣過分，旁人都看在了眼裡。那楊婉銀那時候得多傷心，他的心仿佛又開始抽痛了起來。他回到那個和楊婉銀一起生活過的小房子裡，那裡的每一處都有他們2人的回憶，視線停留在掛在牆上的日曆。上邊顯示的還是他們結婚的那天，恍如隔世。他才想起那時候他一張一張地撕着日曆，已經是在計劃着離開。他躺在楊婉銀的床上，上邊還有她的味道，居然第一次這樣沉沉地睡了過去。在夢裡，他們正常結了婚，在這個房間裡像之前一樣生活，還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段奕琛摟着剛生產完的楊婉銀，哭得跟狗一樣。他在楊婉银的臉上深深一吻，說以後再也不讓她吃苦。孩子一天一天長大，楊婉銀給女兒紮好看的辮子，帶着她出去玩，一家3口其樂融融。可就在她沉浸在這幸福時刻的時候，一隻特別大的棕熊不斷地在她身後追，直到撲倒了她。熊掌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似乎能感覺到楊婉銀那天的驚恐和無助。等到他醒來的時候，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他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所有的情緒交織在一起，選擇不再打擾楊婉銀，收拾好心情。段奕琛在離楊婉銀家別墅不遠的商店裡找了一個搬運工的工作，每個月只有幾十塊錢。之前在楊婉銀面前裝作自己很窮，他也過上了1毛錢掰成2半花的日子。然而現在的他才真的知道，攢500塊是多麼的不容易。時間一天天過得很快，轉眼間他留意到楊婉銀的小腹隆起，應該是要做媽媽了。傅燕洲和他的感情很好，每次出門不是扶着就是牽着。再過了一陣，他看到他們身邊多了一個穿着粉嫩小裙子像洋娃娃一般的小女孩。看着眼前的這一幕，段奕琛紅了眼眶。原來他生的真的是個女兒，如果他們當初結婚了，也會生一個這樣可愛的女兒的。段奕琛只是遠遠地看着，仿佛只有這樣才能緩解他內心的酸楚。小姑娘一天一天的長大，已經到了上托兒所的年紀，再加上商場倒閉，段奕琛在小姑娘的托兒所附近找了一個保安的工作。小女孩名叫傅愛婉，長得和楊婉銀一模一樣可愛，白嫩嫩的小臉似乎能掐出水來。段奕琛的口袋裡一直裝着棒棒糖，卻一次都沒有送出去過。他害怕自己打擾了這一家的幸福。直到那天，小女孩走到他身邊，遞給了他一顆糖。叔叔，你的糖掉了。段奕琛環顧了一下四周，之前傅愛婉身邊總是有很多人，今天怎麼就他自己？他蹲下和小姑娘平視，摸着小姑娘柔順的頭髮，把糖果還給她。
叔叔不吃，愛晚吃。小姑娘疑惑地抬起頭，叔叔怎麼知道我叫愛晚？段奕琛眼眶含淚，搖了摇頭，叔叔猜的。去吧，上學去吧。段奕琛把她送到學校門口，轉身沒有回頭。他怕自己暴露在他們一家人面前。隨着小姑娘的一聲尖叫，他猛地回頭，看見傅愛晚被綁上了一輛麵包車。他顧不得那麼多，直接騎上自行車追趕。段奕琛跟着麵包車來到了一個廢棄的廠房。為了不打草驚蛇，他小心翼翼地在一旁觀察着。傅愛晚被關在了一個小屋子裡，綁匪一共有3個人。南哥，你確定這個小女孩能換錢？她可是蘇傅2家的獨生女，那2家那麼有錢，回村子裡給錢一人就10幾20萬，現在我們要個幾千萬不過分吧？聲音很是熟悉，是王楠。可是惹惱了他們，我們還能拿到錢嗎？只要這個小姑娘在我們手裡，就是我們的底牌。那個楊婉銀那個時候怎麼沒凍死她？我其實已經看到她向我揮手了，但是她命大，棕熊沒咬死她，那麼冷的天沒凍死她。現在她認回了家人，一直打壓着我們家。看見我的這條腿沒？就是因為所有人都可以踩我一腳，被隔壁廠的王狗子打折的。這一切都得怪那個楊婉銀，如果不是她，我也不會變成今天這樣。段奕琛的手緊緊地攥了起來。原來這一切都是王楠搞的鬼。面前3個男人，他不一定打得過。段奕琛環視了一下四周，後邊可以直接繞到小姑娘的房間。等他從窗戶爬進了房間的時候，傅愛晚已經昏睡過去。他試圖想要把傅愛晚從窗戶帶出去，卻發現根本沒有辦法，在不傷害他的情況下，2個人都脫身。他聽見王楠在外邊和楊婉銀勒索2000萬，估計一會他們就會過來交贖金。愛晚這時候醒了，一臉驚恐地看着他。他把兜裡的糖遞給愛晚，笑着撫摸着他的腦袋。愛晚不哭，叔叔只是和你玩個遊戲，你安安靜靜的不要說話，叔叔帶你離開。大顆大顆的眼淚在小女孩的眼睛裡撲簌簌地落下。她這麼大的孩子根本不受控制。聲音引來了門外的王楠，房門被踹開，他一瘸一拐地走到他們身邊，大笑着：“哎呦，這是誰呀？這不是我的琛哥嗎？”段奕琛看着他，把傅愛晚護在身後。我敬你叫你一聲琛哥，現在怕是比我還慘啊！王楠根本沒有把段奕琛放在眼裡，現在的他就如同一隻喪家之犬。你不應該比我更想要楊婉銀死呢？怎麼樣，兄弟，我帶你一起。段奕琛直接站起來，今天你敢動他，我會和你拼命。王楠早就氣不過之前段奕琛當众下他的面子，叫上幾個兄弟，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腳踩在他的腦袋上。哎呦，之前我被你當狗一樣使喚，現在你落在了我的手裡，可得出這口惡氣。段奕琛怕傅愛晚受傷，不敢和他們動手，只能聽着王楠說什麼是什麼。來，學幾聲狗叫給哥幾個聽聽。段奕琛看了眼旁邊的女孩，咬着後槽牙，汪汪。王楠幾個人笑得更歡了。段奕琛看準時機，把王楠按在地上打。這一幕直接嚇哭了旁邊的傅愛晚。綁匪拿起水果刀抵在傅愛晚的脖子上，你再動手，我就要了他的命。他的脖子上已經有鮮血滲出來。王楠看段奕琛處於弱勢，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拳打腳踢，叫你打老子，看我不打死你。這時，楊婉银和傅燕洲出現在門口。住手！王楠，放開我女兒！不知道誰說了一句，有公安。王楠見狀，直接拿起匕首向傅愛晚刺了過去。段奕琛直接擋在了女孩面前，匕首直挺挺地扎進了段奕琛的心臟。
鮮血從他的胸口湧出。他笑着撫摸着女孩的頭髮，把手裡最後的一顆糖放在小女孩的手裡。愛婉乖，沒事了。傅燕洲的手下直接控制了王楠幾個人。楊婉銀抱着渾身是血的傅愛婉，哭得泣不成聲。段奕琛最後的看了一眼自己最深愛的女人，閉上眼，再也沒有醒過來。年少時是相互喜歡的愛戀和糾纏，人生走到了盡頭，是他最好的結局。對於段奕琛的死，楊婉銀只有愧疚。關於段奕琛的後事，都是傅燕洲在處理。自從這件事之後，楊婉銀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兒身上。午夜夢回，她也會想起段奕琛慘死的樣子。驚醒後發現傅燕洲和女兒都在，她才能安心。傅燕洲摟着她，輕聲安慰。後來，傅燕洲開始帶着楊婉銀和女兒全世界的散心。終於在他的臉上重新看到了笑容。而王楠和那幾個綁匪，因為綁架未成年人和故意殺人被判處死刑。在挪威的星光下，一家三口幸福地相擁在一起。只是偶爾，愛婉會提起那個給他糖的叔叔。傅燕洲摟着楊婉銀的手更緊了一些。他們要很幸福，很幸福。帶着段奕琛的那一份義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